在弯曲蜿蜒的山路景色中，我往科尔卡大峡谷的方向前进。从阿雷基帕出发，科尔卡峡谷位于城市的西北方约160公里，位于秘鲁南部，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中。前往峡谷大约需要4至6小时车程，视当天的路况而定。在科尔卡峡谷途中，我会去拜访马卡小镇，坐落在深谷之中的传统小村落。还有另一个村镇奇瓦伊，是在峡谷周围较大的城镇。途中我们会去几个观景台，包括这里最知名的观景点神鹰十字架观景台。科尔卡峡谷的气候属于高山干燥型，海拔从2300米到4800米不等。这座峡谷是由科尔卡河切割而成，是世界上第2深的峡谷。它比美国大峡谷的深度约1800米，还深了将近多了2倍。一早抵达到峡谷后，我们先在奇瓦伊简单的吃个早餐。在科尔卡峡谷可能会出现高山症，因为这个地区的海拔约2000到3000多公尺。可以咀嚼古柯叶或喝点古柯茶，在高海拔地区会有些帮助。不久后，我们便抵达马卡小镇。这座小镇的名称跟台湾人最爱喝的马卡保健品同音。它在前往峡谷的途中，在这里我们稍作停留，舒展个筋骨。好几位当地居民身着当地服饰，带着他们的小羊驼招揽游客拍照。小镇的教堂融合了殖民与原住民风格，有一种文化交融的痕迹。据了解，这座白色教堂首次建造时间建于17世纪，配有双钟楼。教堂外部简单，里面却跟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内部有丰富的收藏，来自过去的精美文物。这里也有一些摊贩可以买纪念品或是手工织品。我往这里的中央广场走过去，有好几座都是身着传统服饰的人物雕像，分散在公园各个角落。
离开后，我们来到第一个观景点。从这里看出去，峡谷有连绵的梯田，田野绿意盎然。科尔卡这个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使用的克丘雅语 “Kalka”， 是储藏室或是仓库的意思。当地人主要是以农业为生，利用梯田种植马铃薯、玉米和藜麦，并饲养羊驼和骆马。他们的手工技艺也令人惊艳，尤其是色彩鲜艳的织品，会在当地的市场贩售。接着，我们就来到了科尔卡峡谷最著名的观赏点——神鹰十字架观景台。这里是欣赏巨大的安第斯神鹰飞翔最好的地点。一进来的时候，我看到2只原本以为是真的安第斯秃鹰停留在观景台，它们看起来真的相当的巨大。后来才发现是人类扮演，要跟游客拍照的。但是，它们是真的栖息于在这个峡谷里面，在每天清晨7点至9点之间是最容易看到它们的时候，会利用峡谷的气流从峡谷深处飞到峡谷上方。它们的体型巨大，一展为2.1到2.7公尺。安第斯秃鹰可以活很久，寿命通常约为60到70年之间。它们被称为永恒之鸟，象征着长寿和永恒。我往峡谷边缘的方向前进，这里的游客很多。每个人都想亲眼目睹秃鹰翱翔的景象，跟与峡谷拍照。在这里要有耐心一些，等待一个合适的拍照地点。这一区有几个观景台，可供游客选择停留。我打算走远一些，好好的来欣赏这个壮观的景色。这个观景点深邃的悬崖约1200公尺，可以看到在底部的科尔卡河。这座峡谷真的很深，往下看的时候，有种看不到底的感觉。如果你爱好户外活动的话，可以参加这里多日的徒步行程。科尔卡峡谷健行有2到4天的多种选择，一般的传统路线会从 Cabana Conde 出发，或是Chivay。徒步会穿越峡谷，往沿陡峭的山径走向底部，深入山谷与小村庄，然后再从另一段陡峭的山路走出峡谷，结束活动。在科尔卡峡谷的路途中，可以看到许多岩石堆，这是被称为 Pachitos， 是提供给神灵的精神祭品和安第斯山脉沿线高山隘口的标志。它们是原住民的一种精神和文化传统，也是与当地景观联系的象征。
周边地区居住着多个原住民族群，主要是 Cabana 和从克克湖地区过来的 Calagua 等原住社群。他们在西班牙殖民开始前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了。当地人主要是讲克丘雅语，是原住民的主要语言。这里大部分的人也会讲西班牙语。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奇瓦伊，位于峡谷入口的温馨小镇。这个村庄有个比较知名的活动，就是泡温泉。若要下水的话，记得带个泳装泳裤。这里的泉水富有丰富矿物质，水温在摄氏35度至摄氏45度之间，适合放松。旁边还有一个探险运动中心，可以玩高空滑索。回阿雷基帕的路上，我们还去了几个观景点。在科尔卡山谷之旅，最高的海拔会翻越约4800公尺的安第斯高原山口 Mirador de los Volcanes， 可以欣赏到几座高达6000多公尺的火山美景。在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瓦尔卡、查查尼，还有米斯蒂火山。在这个观景点要注意高海拔和寒冷，建议多带件防寒衣物。最后，我们短暂的停留在 Salinas and Aguada Blanca 国家自然保护区。这里看着羊驼群在悠闲的散步，跟远方美丽的米斯蒂火山，真的是很疗愈心灵啊！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觉得这部影片还有意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让更多人看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。